南北朝兵制。中国南北朝时期420到589，国家分裂政权常依军权的大小和兵势的强弱而频繁更替。南朝军队体制基本沿袭晋制，见晋朝兵制。士兵制衰落，主要实行募兵制。北朝拓跋氏初期乃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入中原后逐步封建化，后期创立了府兵制。南朝宋齐梁陈的军队多有中军，亦称台军和外军的区分。中军直属中央，平时驻守京城，有事出征。宿卫京城的边为领护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6军。宋武帝刘裕曾恢复屯骑、步兵、乐骑、长水射声等武校，加强殿中和东宫宿卫兵力，以图扭转东晋以来内弱外强的局面。但是不久，由于宗室自相残杀而魏国以后各个政权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外军分属各地都督，都督多兼刺史，常拥兵自重，与中央相抗衡。军队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骑兵较少。初期兵源来自士兵，后来由于战争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变为民户，兵源趋于枯竭，于是募兵制逐渐成为主要的集兵方式。私家也通过募兵组织部曲，招募的对象是大量的失地流亡农民将领，带兵亦较宽惠，因而士兵的地位和战斗力都高于士兵。北朝北魏军队初期以鲜卑族为主体，也吸收被征服民族的成员当兵，分由各部落酋长率领，几乎是单一的骑兵。在其统治范围扩展到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后，汉民当兵人数增加，攻城战增多，军队由单一的骑兵变为步骑兵结合。后期步兵比重超过骑兵，成为主要兵种。北魏统治扩大到中原以后，军队分为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亦称台军，主要担任宫廷及京城的宿卫，也是对外作战的主力，有羽林、虎贲、宗子、庶子、望士等名号。以领军将军为最高长官，下有壮将、羽林、中郎将等。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初时仅设置在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镇相当于州设镇都大将、都副将、大将将等军官数，相当于郡设戍主领兵，一般由郡守兼任。各镇戍大小不一，兵额不等，多达数万，少则1000人。在镇戍之间，有的还设防一级组织。州郡兵制都尉统领，是诸州所辖的维持地方治安的部队，有时也奉皇帝调遣出征，或充作镇戍兵。北魏后期出现兵户，它包括充当中兵羽林、虎贲的鲜卑族人，镇戍边防的鲜卑族人，中原强宗子弟和签配为兵的罪人及其家属叛逃被追回后迁至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人，一部分被征服的南齐地民户。兵户丁男终身为兵，世代相袭，社会地位低于民户，生活艰难，一同饲养。同时汉族民户也要定期轮番服役，最初主要充当诸戍的戍卒和诸防的防人，后来也常并入中兵。北魏军队中部族兵的给养由各部自行掠取。中期以后，中兵镇戍兵，朝廷向州郡征收军粮，统一供给，同时实行屯田击鼓。东魏和北齐的军队主要是元六镇和洛阳的鲜卑兵。北齐出家以精选，称百宝鲜卑，又选汉族勇士以备边要。和清3年564，军田令规定，男子18岁受田，20岁充兵。西魏北周在继承鲜卑族传统和接受汉族影响的基础上创立府兵制。宇文泰在西魏当政时，于大统16年550确立府兵的组织系统，选拔体力强壮者充当府兵，是府兵制之始。府兵制初创时，中央设8个驻国大将军，其中宗室广陵王元欣仅有虚名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最高统帅，其他6个驻国实际分领府兵，每个驻国督2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2开府将军，共24开府，为24军。领官有仪同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编制有团旅队，总兵力约5万人。宇文护时增驻国大将军之数，而削其权，以24开府将军领兵。北周武帝时又削开府之权，改诸军军事为士官，使府兵成为中央宿卫军，归皇帝直接掌握。作战时则临时命将配兵，以便皇帝控制和指挥。早期府兵自相督率部边护冠。统兵官中的汉族将领及其他少数民族将领用鲜卑次姓军人，亦从主帅之姓，带有部族兵的色彩。
府兵除自带弓刀以外，其他武器装备均由官府供给。平时轮番服役，半月宿卫，半月训练，战时则出征打仗。府兵本人免除赋役，社会地位较士兵为高。西魏府兵以鲜卑人为骨干，又广招关陇地区汉族好友作为补充。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对9等户中第6等以上的名户实行征兵制，规定3征1兵。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征兵对象又扩大到包括贫下户在内的一般享受均田的农民。府兵是西魏北周军队的主力，但不是唯一的军队。当时中军除府兵担任京城宿卫外，还有专任宫廷侍卫的禁军，由牵牛备身左右5位领军将军等统领。地方的镇戍兵、州郡兵仍然存在，他们都不属于府兵系统。此外，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势力强大，大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家兵部曲。